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家博。在昨天结束的 LPL 职业联赛比赛中 ，BLG 在与以新阵容出战的 TT 的比赛中，被 TT 以2-1的比分击败，是先输一局扳平比分之后，第3局被 TT 暴打，堪称耻辱级别的对决，是 BLG 想要进入季后赛必须战胜的对手，而且对手还没有上主力下路。比赛过程中 UZ 直接破防，在直播间破口大骂，指责 BLG 打太烂，而且暗示 BP 问题非常大，不知道是怎么想的。BLG 第一局比赛就问题很大，全场比赛都在梦游，不知道干嘛，就硬拖，被 TT 战队前期打出节奏之后，也不策划反击，就各种放资源，然后慢性死亡。打野输出才3200多的一个佛耶格，发挥奇烂无比。刘青松的洛也是各种给机会被击杀。第2局比赛状态恢复正常，是成功拿回来了，但是第3局又被暴打，在比赛中被对面连续打出进攻节奏，上路连续针对并击杀，小规模团战也是轻松取胜。陷入劣势之后，打野薇薇在小龙位置被对面先手，UZ 看到之后直接懵了。这样子金鸽子弹下来，微微闪现没用出来，什么情况？这也能用出来闪吗？这也是没办法，兄弟们，这是联盟倒数的对决啊，确实含金量不太高，也只能这么说了。1-4跟2-4确实是倒数的2支队伍，好吧，也不能要求太多，兄弟们，不能要求太多。然后 BLG 战队节节败退 ，UZ 直接绷不住，直接开骂，说 BLG 战队的这个阵容是怎么选出来的？第3手选个卡莎，第4手选个岩雀，岩雀卡莎根本就不搭，然后最后一手还把 counter 位给了打野，一点勾8用都没有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这个 BP， 关于 BP 这个点 ，UZ 一开始是忽略了对方的摇摆位，觉得说不管怎么样都不能选岩雀，选手想要选，教练也不能让他选。3手卡莎，4手岩雀，之后弹幕解释了选岩雀的一个原因，是因为被对面提前锁定了塞拉斯给骗了，想要用岩雀打塞拉斯的。UZ 表示说，那这样还可以勉强理解。后续 BLG 战队又连续出现失误 ，Echoen 去gank上路击杀塞拉斯 ，UZ 指出 Echoen 的失误，给了一个 EQ 没给到，感觉是故意把 Bin 的兵线给清掉了。之后 UZ 表示是不太想说话了，有点无语。BL 战队被减员之后过去看大龙，然后直接送了 ，UZ 直接大喊 BLG 这边想送，后续 BLG 这边想送，这里 BLG 送了，哎，在干尼玛了在。这里刘青松想去送塔，但是送不到，沙皇这里基本上快超神了。刘青松疯狂的在给队友那个争取时间，这波我是沙皇，我就看你挑，哎，不杀你。但沙皇说我又上面有兵线要吃，还是杀了你吧。这里那个 BLG 可以准备一下保级赛了，兄弟也差不多了，保级赛准备一下，研究一下对手，可以开始研究了，真的可以开始研究了。可能对面就是你到时候保级赛的对手，可以研究一下。哦，不过 LPL 没有保级赛，可惜了。没有保级赛，好像没有季后赛打的队伍就直接放假了吧？不用争名次了，应该是的，对，没有什么奇葩的，没有进季后赛就直接放假了。那可以看一下去哪儿旅游了。UZ 在批评 BLG 的过程中，有弹幕是在帮 BLG 说话。UZ 在看到之后直呼说 BLG 这场输了也不亏呀，对面选出个上单塞拉斯，这波 BLG 输了，但是学到东西了呀，每场比赛都能学到东西，这就是一种进步呀。与此同时 BLG 与 TT 的这一场 BO3 还诞生了 LPL 夏季赛开赛之后的2大事件名画，均来自 BLG 战队。2波事件名画分别来自于 BLG 战队的双 C。先说中单 Echoen， 本局比赛中使用岩雀，上路gank一波，放了一个 EQ， 被 UZ 质疑这个人不会玩岩雀。符恩带了起风的秘籍，
然后在本局比赛的最后一波团战中，来了一波原地 TP 思考人生。UZ 一眼就看出来原地 TP， 大喊了一声，然后直接无语。官方的解说里面刚好有一位曾经做出过类似操作的人，就是赵志明。官方解说在解说团战的时候没有说这个原地 TP， 有可能是看到了，但是故意没说。娃娃解说的过程中就明显迟疑了一下。刀狗选手在这局比赛中选择卡莎这个英雄，结果出了一个链锯剑。第一剑海妖杀手之后，第二剑直接出了一个链锯剑，观众人都傻了。面对一个塞拉斯，然后纳尔卡莎双链锯剑，结果后面的出装更是重量级，出了一个智慧默认，然后的出装是一件1100的战锤，还有一个秒表。观众都在猜这个刀狗的这个战锤到底要出什么，是要出黑切呀，还是要出死舞，还是说要出什么破甲装备？这个秒表倒是不用猜了，估计要出复活甲。对此观众纷纷表示，就这个出装，这个选手根本就不配玩卡莎这个英雄。一个需要攻速的 ADC 出重伤做了一个链锯剑，然后为了补攻速又出了一个智慧默认，暴击属性没叠起来，根本就没伤害。一个以进场为主要打法的 ADC 出这样的装备，的确让人无法理解。还有就是刀狗的游戏打法，以最近他的表现来说，堪称 LPL 最混 ADC， 纯的保 KDA 打法不敢操作，劣势局随便打打，输了就完事儿了。一个团队有这样一个 ADC， 上中野前期打得还很烂的情况下，后期想赢团战就是白日做梦。阿伯认为，从之前 UZ 解说 BLG 的比赛状态来看，他其实是支持 BLG， 希望 BLG 赢的，但是这场直接绷不住了，开骂，因为确实输得太丢人了，各种失误都有。之前 UZ 还在 RNG 的时候，就有一场类似的比赛，解说 RNG 打 IG 2队，被 IG 2队暴打，然后 UZ 直播破口大骂。这波 UZ 开骂估计会引起不小的节奏，只能说 UZ 是真的敢开。BLG 方面，阿伯认为在输掉 TT 之后，的确可以准备一下去哪儿旅游了，因为这是一场不能输的比赛，输了之后基本就没什么容错率了。战绩是一方面，表现是另一方面。如果让粉丝观众们觉得你有希望进入季后赛，即使战绩再差也没问题，但是比赛内容太让人绝望了，5个人基本就没啥配合可言，像5个高分路人在打，团队决策、指挥、情报收集和沟通方面做得一塌糊涂，个人操作也出现了变形，各种失误。一支斥巨资打造的队伍就打成这样，肯定是无法让人接受的结果。目前 LPL 各个不同等级的队伍分化已经是非常明显了，现在排名靠前的队伍基本都是大家认可、认为可以打好的队伍，形势基本明朗，这些队伍的位置还是很难撼动的。然后就是大家比较喜欢讨论的暗黑4大天王环节，排名倒数前4的经验宝宝队伍，之前排名倒数前4的队伍里面是有 FPX 和 TT 的，但是随着最近2支队伍顺利取胜，暗黑4大天王的成员又发生了变化， TT 是成功出院了， FPX 则有望崛起。目前倒数前4的队伍互相之间的对决应该都蛮好看的。 WE 战队还在等 BLG， 看看能不能借由打 BLG 来拿下联赛首胜。 LGD 打 LNG 的比赛是创造了 LPL 开赛以来最难看比赛的记录，堪称史诗折磨局。能赢的局 LGD 打得跟网吧队一样，离谱至极。 IG 战队则被观众怀疑有假赛嫌疑，阿伯认为这4支队伍里面，虽然 IG 只赢了1场，但 IG 还真有可能是4支队伍中最强的。阿伯认为 LPL 排名倒数的这4支队伍，最不能让人接受的队伍是 BLG， 然后 IG 和 WE 差不多。 LGD 战队早已经躺平了，这支队伍就没想出成绩，只想开摆，看能不能锻炼出一些表现好的新人出来。 WE 属实是让人有点没想到的，阿伯在赛季初的预测还以为 WE 有机会争夺一下季后赛，结果发现是高估了希叶和司马老贼这对老将了。本以为这对老将会有不错的表现，
而且为战队带来很多正向的东西。但没想到的是，直接裂开了。BRG 就不用多说了，如果最后 BRG 确定是暗黑4天王之一，那只能说是 LPL 历史级别的耻辱表现。能和 BRG 相提并论的，可能只有曾经的 VG 战队了。